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想聊一聊 AI。随着 ChatGPT 的大火，人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变革的到来。科技巨头明里暗里互相角力，资本家们追逐永无止境的利益。这究竟会引发下一场经济奇迹，还是另一轮的人伦社会危机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AI 的过去与现在，了解人工智慧前生今世，才能思考 AI 怎么发展，人类要怎么与人工智慧和平共处。史上第一个人工智慧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1年，英国数学家图灵设计并建造一台巴邦机，用来破解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所加密的讯息。这就是人类对人工智能最早的理解与实践，是基于逻辑和算力，用暴力破解问题，精准完成特定任务。但是这种人工智慧仅仅适用于有正确答案的工作，还具有太多的局限性。从此之后，人类开始害怕人工智能的觉醒，害怕被人工智能支配，因此诞生一系列科幻作品。《神经漫游者》就是一部著名的赛博朋克小说，1984年出版。小说的背景是人工智慧高度发展的未来，人类社会都被人工智慧主宰，立法、司法、行政等社会主要功能都是经由 AI 协助甚至主导。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为凯斯的黑客，他被人工智慧雇用，希望凯斯能够帮人工智慧完成一项任务，帮助人工智慧升级到更高级别的人工智能。《魔鬼终结者》是1984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。影片的故事是发生在未来，一个名为天网的人工智能系统掌控了所有的军事设备和核武器，试图消灭人类，也是深刻警示我们人工智能觉醒的危险。1999年上映的《黑客帝国》想必没有人不认识。这部电影剧本正是借鉴《神经漫游者》的设定，构建一个人类被人工智慧支配的未来，而人类只能活在虚拟世界中。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，有太多科幻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。随着后来的科技发展，人们对于人工智慧从陌生到熟悉，从害怕到接纳，逐渐不再害怕被人工智慧支配，而是想要更好地利用人工智慧，相信人工智慧能够更好地服务人类。人工智慧发展的转折点就是开始赋予一定的弹性，只要求 AI 更好地完成任务，而不是要求 AI 精准地完成任务。此时的 AI 不再是基于算法和逻辑，或是用单纯的试错法解决问题，而是经过一定训练之后，用经验来处理问题。这跟我们人类的思考模式很像，我们处理问题也是用自身的经验当作参照，虽然不一定能找到最优解，但总是无往不利。而 AI 的经验吸收能力以及资料调取能力都远远超过人类，所以在既定规则下，人工智慧就会有较杰出的表现，工作速度也快很多。要说到代表性的 AI 纪元，就是2016年 AlphaGo 击败李世石的震撼。围棋的变化太过复杂，不可能依靠算力破解，所以当人工智慧击败一流高手的时候，就证明了人工智慧不是依靠算力，而是懂得利用经验解决问题。我也是一名业余围棋爱好者，这个新闻在圈内可是巨大的震撼弹，让很多爱好者都放弃学习围棋。自从 AlphaGo 打败李世石之后，人类开始对 AI 有无限畅想，一面幻想生活的便利，一面担忧自己被机器所取代。我还记忆犹新，当时的报道和媒体都在预料未来什么工作会被人工智慧所取代。那个时候，人们还普遍认为 AI 不具有灵感、创造力、同理心，只能遵循既定的规则和逻辑运行。所以比较多人臆测，律师、医生、翻译家、会计师、工程师这些高薪水、高专业的人员，工作内容有一定的逻辑性和重复性，机器人能够模仿。在培训专家上，在专家的培养上，需要消耗大量学习成本，而训练机器人非常便宜。
在这些专家的工作中，不需要创造性的灵感，也不需要对人的相处能力，是没有温度的工作，刚好不会暴露机器人的短板。当时普遍的价值观认为，艺术家、作家、心理学家、科研人员、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，这些文学艺术的高地，或是需要跟人面对面的工作，是具有灵魂的，需要灵感与创造力，是不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的，是最后才会被攻克的。以上是过去对 AI 的畅想，那时我刚好正准备要从大学毕业，要参考大环境变化选择人生方向，所以思考过很多未来的产业变化。当时想了特别多，到今天仍记忆犹新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再看看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，真是格外讽刺。原本以为最不可能被攻略的高地，竟然首先沉没了。码农、画师、作曲家、小编、心理治疗师、咨商师、顾问、科研单位，反而是第一波最先被取代的人。人类一直自傲的创意与灵感，其实根本都是狗屁。我一直否定艺术家、文学家、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工作价值。我认为他们的产出是空洞又毫无意义的垃圾。现在的 AI 发展刚好能够证明我的观点。其实大多数的创意和时尚本身就是空洞又枯燥的，纯粹靠营销强行被赋予定义，渲染商业价值。拿饮食来说吧，高食材不过是一种信仰。龙虾、鱼翅，不管从营养价值还是口感来看，根本就不如寻常的牛肉、猪肉，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高级餐厅中。在非洲，只有穷人才吃龙虾。我为了制作这部影片，前阵子独自去高级餐厅体验一下，一顿晚饭花了1000多块。这顿晚饭有多好吃吗？其实我真吃不出来。我真正比较想吃的还是普普通通的粗茶淡饭。我觉得人们享受高级料理，其实只不过是享受付出账单的那种优越感，才会去体验的。钻石也不是什么永恒的爱情，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石头。人类连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，都要被社会定义。那定义本身合不合理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靠唬烂营销构建社会价值。同样的道理，现在创意工作本身是很廉价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创意成分，而且专业度并不高。画师、小编、顾问、咨商师靠的是唬烂，而不是专业，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构建出世人的价值观。这种工作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简单，所以很容易就会被 AI 模仿。有赖于 AI 的发展，社会价值观正快速崩溃，人类的精神层面全面觉醒，不再盲目的追求各种社会价值，反而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到底需要什么，开始学习肯定自我，否定被强加的社会价值。真是格外讽刺，人类在 AI 懂得模仿人类之后，才开始懂得思考。从 ChatGPT 来看，目前 AI 还是有很多极限的。我使用税务、法律、会计等等实务上的专业问题考 AI 的答案几乎都是错的。其实这不难理解，毕竟 AI 学习大量文本，其中不乏错误的资讯，所以期待 AI 针对特定领域给出专业准确的回答，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。所以在个别领域甚至复合领域的专业度上， AI 目前还是难以匹敌人类。在专业的工作上， AI 能做到的只有辅助，还是需要专家做修改或是编辑。总而言之，我认为现在 AI 的发展是件好事，把空洞无意义的工作取代，让人类本身开始觉醒，更多的自我反思，这就是 AI 的现状。至于未来 AI 何去何从，由于视频时长有限，我们下期再说。今天分享了 AI 的过去与现在，实际应用与局限。下个视频我会从法律的观点讨论 AI 的未来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的话，拜托各位帮我点赞订阅。我是小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